开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金属有味道吗？回想一下开门时使用的钥匙，低头拉上的拉链，存钱罐里的硬币等等，这些熟悉的物件确实都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铜锈味。但问题的答案却是金属没有味儿。不信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验证一下。拿出几枚陈年老硬币，把它们清洗干净，用纸擦干，然后戴上手套揉搓几下。这个时候拿起硬币闻一闻，确实没啥味道。但是如果把手套摘下来再揉搓几下，金属味就出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之所以能闻到味道，是因为空气中的酯类化合物分子会与鼻腔里的受体感应器结合，产生神经冲动。因此想要闻到味，得先有气味分子才行。但是在常温常压下，金属基本都是固体，它们的分子相对稳定，很难从极体中蹦出去。即使是在常温下能够挥发的液态金属汞，也无法闻出味道。这倒给我们提了个醒，当水银温度计打破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赶快用纸片将它收集到密闭容器中丢掉。那么话说回来，既然金属不能散发出气味分子，我们为什么还能闻到味儿呢？2006年，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几位化学家发现，这种独特的金属味其实是人体汗水与金属表面作用的产物。当铁制品与皮肤接触后，汗液会促进里面的微量铁被氧化成亚铁离子，并进一步催化皮肤表面的过氧化酯分解为1锌硒3铜，它就是金属味的主要来源。又因为每个人皮脂中的有机物成分和比例不尽相同，每个人在不同年龄的皮肤分泌物和体表微生物群构成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在触摸金属后闻到的味道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搞清楚了金属气味的来源，我们不妨再脑洞大开一下，把它放进嘴里会不会也有味道呢？按理来说，由于金属的原子被束缚太紧，即使放进嘴里也不会刺激味觉。但是很多人都有同感，把金属勺子含在嘴里，确实能尝出一丝甜味。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原来大部分金属制品都不是100%纯度，里面多少会掺杂一些杂质金属或者碳元素，它们会在口腔这个电解质环境中形成一个类似于源电池的系统。嘴唇或者舌头受到了微弱的电流刺激，就会让大脑误以为勺子是甜的。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不锈钢肥皂，据说用它洗手可以轻松去除鱼腥味、血腥味、姜味、蒜味、葱味等众多异味，一块能用数十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浪费肥皂了。前几天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一位网友冒着被老妈暴揍的风险，剪开了好奇已久的牙膏管。为什么彩条能被均匀挤出来呢？这些颜色难道不会混在一起吗？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最早的彩条牙膏设计。在这张截面图中，红色部分代表的是彩色牙膏，剩余部分则是作为主体的白色牙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管口向里延伸了一段，在接近出口的地方留了2个缝隙。如此一来，当我们挤牙膏时，彩色牙膏就会从缝隙中流出，和白色牙膏汇合到一起。当然，为了保证从始至终都能挤出彩条，2种牙膏的粘度是不同的。彩色虽然流出量很小，但好在粘度也小，流得快了一点。白色纵然挤出量较大，但还好粘度也比较大，流的就慢了一点。总之，在各种细节的把控下，彩条牙膏成功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出现在人们的生活用品当中。但是现在你再把一支冰冻的牙膏从中间切开，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彩色牙膏并没有聚集在管子的前段，而是像寿司中的黄瓜条一样贯穿了整管牙膏。也就是说，在工厂里生产的时候，机器的灌装头直接被隔板分成了好几部分，它们装着不同颜色的牙膏，然后在一下一上的过程中，如同挤冰淇淋一样，把牙膏打进了管子里。那么了解了牙膏的内部结构，还有一个问题让很多人疑惑，挤压了那么多次，为什么彩条不会混合在一起呢？首先，着色剂的选用非常重要。
使用一些非水溶、非油溶的特殊着色剂，可以有效避免颜色的扩散。其次，牙膏是一种冰焊流体，它具有一定的屈服应力。简单理解就是当你以一个较小的剪切力作用在流体上时，它并不会表现出流动性，只有超过了某一个应力值，流体才会表现出流动性。那具体是怎么个流动法呢？一般来说，粘度大的液体会层流，即液体内部呈现出平行的层状流动。以玉米糖浆为例，把它倒在2个圆筒中间，往里面滴上几滴色素，然后慢慢地转动内筒。此时以平行视角观察，颜色好像混合在了一起，但是从高处俯瞰就能发现明显的分层现象。这时再轻轻地回转内筒，就出现了时光倒退的奇妙现象。同理，牙膏也是如此，它的粘度非常大，所以在挤出时也是层流。这样一来，位于边缘的彩条会和中间的白条一起平行流出，再加上它们的速度相同，我们便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彩条牙膏了。把小足球和篮球放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松手，能看到它们2个在触地后弹起了一丢丢高度。下面把小足球放在篮球的正上方，然后再放手，猜一猜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小足球仿佛被注入了某种神力，弹得老高了。还有大哥嫌这不够刺激，直接跑到45米高的铁塔上做实验。小球就这样在短短几秒内经历了迅速下坠到急速上升的可怕过程。当然，你也可以用更多的球来做实验，比如这种，再比如这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放在上面的小球可以飞得这么高呢？它额外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最普通的掉落情况，即球在空中具有一定的势能，当它碰撞在地面上会损失一部分能量，这就使得弹起后的球无法回到原有的高度。下面再来看看垒高之后的情况，篮球在即将反弹时会先压缩，这就储存了一定的弹性势能。当它的球皮恢复到原状时，这股能量释放了出去，也就传递给了网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碰到类似的情况，比如2个人一起玩蹦床，先跳的那个人可以通过踩压弹床储存能量，让后面跳的人蹦得更高，但这就和底下的篮球一样，牺牲了自己，奉献给别人。那么除了直观的镜头解释，我们能不能通过计算的方法得出小球到底能飞多高呢？假设这一切发生在理想的环境当中，那么根据动量和动能守恒，可以得出这2个公式，其中 M1 代表的是大球质量， M2 代表的是小球质量， V1 代表的是2球碰撞前大球的速度， V2 代表的是2球碰撞前小球的速度， V1 撇代表的是2球碰撞后大球的速度， V2 撇代表的是2球碰撞后小球的速度。通过这2个公式，我们可以求得小球2次速度的比值。由此可见，当大球的质量远远超过小球时，碰撞后的速度约是前者的3倍。又因为高度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最大回弹高度就是原始下落高度的9倍。虽然说这个名叫伽利略大炮的模型非常简单，但它能应用到的地方还真不少。比如超新星爆炸，恒星通过爆炸可以将其大部分甚至几乎所有物质以高至1/10光速的速度向外抛散。再比如航空航天领域，说不定未来真的会出现这种弹飞火箭的发射方式哦。红色小球本来在沙滩上待得好好的，突然沙面开始像沸腾的热水一样冒起了泡泡。更为神奇的是，把手伸进去，堆积的沙子真的如液体一般，抓都抓不住。把乒乓球放进白色沙子里，就像在洗牛奶浴。把玩具小鱼放进去，还能来回游动。这些画面让我在扬起嘴角的同时，也好奇起来，为什么好好的沙子会突然变性呢？其实这是一种硫化现象。把盒子里的沙子倒掉，你会发现它的底部是空的，中间有一层薄薄的网状隔板。充气机可以通过底部的通道将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沙子中。回想一下，在没有打开通气按钮时，因为沙粒的摩擦作用太大，
小球只能乖乖地待在沙面上。但通气后就不一样了，气体分子会把原本密实排布的沙粒挤开，这大大降低了沙子的摩擦力。当气体的流速适中时，沙粒受到的向上的力和自身重力达到了平衡，处于悬浮的运动状态。于是整体来看，我们得到了一张持续冒泡的硫化床。那既然是硫化床，丢进去的东西自然会受到浮力的影响，比如乒乓球、橡皮鸭等空心物体，即使你把它按在沙里，也会倔强地浮在沙面上。而对于铁球这类较重的物体，你刚把它放在沙子表面，立马就陷了进去。说到这儿，我不禁联想到了一种可怕的自然现象——流沙。其实不仅是空气，地下水的上涨同样会减少沙粒之间的摩擦力。相传在上世纪60、70年代左右，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位猎人到森林里打野鸭，不幸陷入了流沙之中，他的双腿埋在里面无法动弹。后来救援队赶到了现场，他们先是用绳子绑住了猎人的上半身，然后开动直升机起飞，企图将他直接拉出流沙。但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猎人虽然被拉了出来，但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也分了家。除此之外，在一些地下水饱和的区域，对土壤施加外力，也会出现土壤液化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理解一下：在滑板上放一个水箱，里面装着湿透的沙子和一些干沙，把摆件按在上面，然后开始移动滑板。很快我们就能看到溢出的水分，随之而来，地面也开始陷落，房屋随即倒塌。1964年，日本新泻发生了7.6级地震，造成了3534间房屋被毁，11000间房屋受损。它背后的主要原因正是土壤液化。大家认识这个在桌面上滚动的几何体吗？它有一个形象的名字——谋合方盖。在古代，谋是相同的意思，盖是雨伞的意思，所以谋合方盖指的就是把两个方形的雨伞合在一起。这么一看，古人还挺会取名字的。不过你可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模型，它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还要从著名数学家刘辉讲起。他在给9章算术写注时发现了一个错误。书里认为，既然在正方形里内切一个圆，它的面积之比是派比4，那么在圆柱体中内切一个圆，它的体积之比也是派比4。可事实当真如此吗？刘辉用截面法反驳了这一推论，即用刀片把圆柱从竖直方向一层层切开，你会发现除了最中间那层，其他层都是一个长方形里嵌着一个小圆，它们的面积之比要小于派比4，所以叠加起来，球体与圆柱的体积之比也小于派比4。但仅仅证明了错误还不够，刘辉又开始研究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值恰好等于派比4的几何体呢？先画一个立方体，然后分别从前后和左右2个方向做内切圆柱，它们相交的部分便是开头提到的谋合方盖。下面我们可以再用截面法来切割一下，这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不论是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每一个截面中圆与正方形的比值都是派比4，所以它们的体积之比也是派比4。那岂不是说求得谋合方盖的体积就可以得到球体的体积了？但很可惜，刘辉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200多年后，祖冲之的儿子祖艮成功接住了这把火炬。说到这儿，就必须提到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祖艮原理，即幂视既同，则奇不容易。其中幂指的是截面积，视指的是立体的高。也就是说，如果2个几何体在每一个相同高度处的截面积都相同，它们的体积也相同。那么利用这一原理，祖艮是如何计算出球体体积的呢？首先取边长为 r 的立方体与内切谋合方盖的1/8，在高 h 处将其截开，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r 的平方减 ab 的平方等于 r 的平方减掉括号 r 的平方减 h 的平方等于 h 的平方。然后再做一个与立方体等高的正四棱锥，在高 h 处，它的截面是一个正方形，面积也为 h 的平方。那么根据祖艮原理可得，
方盖差的体积等于正四棱锥的体积等于1/3r 的立方。由此可知 ，v 谋等于括号 r 的立方减1/3r 的立方乘8等于3r 的立方分之16。又因为 v 球比 v 谋等于派比4，所以就可以得到球体的体积公式 v 等于4/3派 r 的立方了。看到这儿，有没有很佩服古人的智慧？要知道，阻更原理的提出，足足比西方早出了1000多年呢。ये एस्ट्रोनॉट्स पेन है। स्पेस में फाउंटेन पेन, बॉल पेन कुछ नहीं चलता, तो लाखों डॉलर खर्च करने के बाद साइंटिस्ट ने ऐसा पेन इजाद किया जिससे कोई भी एंगल, कोई भी टेम्परेचर, जीरो ग्रेविटी में हम लिख सकते हैं। सर मेरा एक सवाल है सर स्पेस में फाउंटेन पेन, बॉल पेन चलता नहीं है, तो एस्ट्रोनॉट्स ने पेंसिल का इस्तेमाल क्यों नहीं किया？其实最早的时候，宇航员使用的就是铅笔，但在太空中写字可不仅仅是写出字迹那么简单。कॉलेज के पहले दिन तुमने मुझे सवाल पूछा था याद, स्पेस में पेंसिल क्यों नहीं यूज करते? अगर स्पेस में पेंसिल की टिप टूट जाती है तो जीरो ग्रेविटी में घूमते रहेगी, किसी में आंख में जा सकती है, किसी के नाक में जा सकती है, इंस्ट्रूमेंट पैनल में जा सकती है। You were wrong, you were wrong。石墨飘进仪器里可能会引起电路短路，包裹笔芯的木头在纯氧环境中也很容易燃烧，所以使用铅笔的危险系数极高。好在美国工程师保罗·费舍尔意识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他自掏腰包花费100多万美元，耗费2年时间，在1965年成功发明出这款能在太空环境下使用的太空笔。正如电影中的校长所说，它不漏油不挥发，可以从任何角度书写，在零下34度到零上121度的情况下也能书写自如，甚至还能在水里和油里写字，并且用太空笔写下的字迹不易褪色，在强光下能保持100小时，在30度以下的环境中能保存100年。这些优点不禁让我好奇，太空笔的制作原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把它切开会怎样。几乎在笔芯断裂的一瞬间，油墨就簌簌地往外冒，仿佛有股神秘力量在推它，而这正是太空笔原理的关键——加压。整根笔芯是密封设计的，在其上部充有压缩氮气，它使笔管内部的压强接近310千帕，将油墨源源不断地推向笔尖。除此之外，太空笔中的油墨也与普通笔不同，它极为粘稠，平时是一种凝胶态的固体，在书写时经过笔尖小圆珠的剪切作用，才变成了墨水。后来经过严格的测试， NASA 决定在之后的航天任务中采用太空笔，而发明者保罗·费舍尔也非常够意思。在1967年，他以每支6美元的价格为美国航天局提供了大约400支太空笔。1969年，苏联也购买了100支太空笔和1000个墨盒。现在，在我国发射的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中，同样能看到太空笔的身影，只不过它们已经是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了。不仅如此，在过年的时候，宇航员还书写了一幅春联呢。相信一定有小伙伴疑惑，为什么毛笔能在太空中写字呢？墨水难道不会飞起来吗？这是美国宇航员做的一个实验，在太空站里拧毛巾，因为没有重力的影响，毛巾上的水会吸附在毛巾表面或者流到手上。同理，毛笔也是如此，墨水会吸附在笔尖上，当笔尖与纸张接触时，墨水也就转移到了纸上，而这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毛细现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支毛笔能留住的墨水是有限的，千万不能占太多哦。把水滴在滚烫的铁板上，我们能欣赏到水珠跳舞的奇妙现象。把它滴在凹凸不平的锯齿板上，能看到水珠爬坡的有趣画面。还有聪明的小伙伴利用这一特性，让水滴转起了圆圈。更有甚者将不同方向的锯齿板拼接起来，让小水珠走过了迷宫。不过仅仅是水滴还不够，脑洞大开的实验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了水宝宝身上。毕竟它圆滚滚的，还含有99%的水分，
不知道掉落在烧热的铁锅上会发生什么呢？果不其然，水宝宝就像走进了一个高温蹦床，跳得老高老快了。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吱吱的惨叫声。这个视频被荷兰莱顿大学的研究者斯科特·维图凯蒂斯看到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为什么水宝宝会跳起来呢？它们发出的声音又从何而来呢？当水滴落在铁板上时，与铁板接触的那部分水会迅速沸腾，形成水蒸气。因为水蒸气的传热比液体水慢得多，所以它在大大降低水滴沸腾速度的同时，也阻隔了水珠与铁板的接触。这就是莱顿弗罗斯特现象。同理，触碰到灼热锅面的那部分水宝宝也会迅速气化，这就提供了向上拖的动力。不过，水宝宝毕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固体，所以斯科特和同事们一起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了这一过程。他们发现，虽然水宝宝和热锅之间会形成一个蒸汽层，但与水滴不同的是，这条极窄的缝隙会在短时间内反复开闭，频率可以达到2000到3000赫兹。正是这个快速的震动引发了水宝宝的声声惨叫。除此之外，在震动的过程中，弹性能量也会一点点累积，使水宝宝在4厘米左右的高度不停弹跳。最终在持续了2到3分钟后，剩下一锅惨遭折磨的蹦到稀碎的水宝宝。科学家们给上述现象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弹性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并将研究成果发布到了《自然物理》杂志上。最后，他们还不忘脑洞大开一下，既然现在很多的柔性机器人都会使用水凝胶材料来制作部件，那能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驱动机器人呢？不仅我们人类社会有胖瘦之分，在水的世界也是如此。不信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实验。这是50毫升蒸馏水，把它倒进杯子里称重，重49.84克。这是50毫升的重水，把它倒进去，好家伙，数值直逼55克。接下来把它们冻成冰块，放进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果然，蒸馏水冻成的冰就像我们在河面上看到的冰块一样，静静地漂浮着。下一秒，重水冻成的冰块直接沉到了杯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重水会比一般的水重呢？问题就出在氢元素上。自然界中一共有3种氢，分别是钋、氘、氚，它们都有一个质子和一个核外电子，但中子数量却有所差异。我们日常使用的普通水由2个钋原子和1个氧原子构成，核电站使用的重水则是由2个氘原子和1个氧原子构成，所以相对分子质量自然就重了一点。虽然说重水从发现不久就和核反应联系在了一起，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好奇心。重水能喝吗？它有没有毒呢？首先可以明确的是，重水本身并不会向外辐射射线，这就排除了由辐射引起毒性的可能。而从化学性质来看，重水与普通水似乎没什么不同。难道说它真的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实验便知。曾有研究人员用重水配置食物来喂养小鼠，经过一段时间后，小鼠体内的水逐渐被重水替代。当血浆中的重水含量达到20%时，小鼠开始出现皮肤发炎、尾巴坏死的现象；达到30%时，小鼠出现痉挛、昏睡、拒食等症状；达到35%以上时，小鼠开始陆续死亡。这些可怕的现象无疑在告诉我们，重水和水的化学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把2个质量不同的小球拴在弹簧上拉伸，你会发现松手后，质量小的球震动得快一点，质量大的球震动得慢了些。同样，在水分子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即普通水分子的基态振动频率更高，重水分子的基态振动频率更低。如果我们把化学反应看作分子拆开重组的过程，那么自身能量越高，就越容易被拆散，越容易参与到化学反应中，反应速率也越快。这就是为什么与普通水相比，重水更难发生化学反应，即使发生了，反应速率也比较低。而在人体中，时时刻刻都发生着生物化学反应，它们大都需要水的参与，也常常伴随着氢原子的转移。
所以重水中毒在所难免。当然，不谈剂量的毒性都是耍流氓。历史上饮用过重水的人不在少数，比如瑞典化学家乔治·赫维西，他在1934年喝下了2升多、纯度为0.6%的重水，并通过刀作为示踪剂的方法得出结论：水分子在人体内平均停留时间为13加减1.5天。也正是在示踪剂这方面的研究，让赫维西在194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他也没有受到重水的影响，活到了80岁，最终在1966年去世。不论是飘在牛奶上的谷物圈，还是浮在水面上的硬币、回形针、图钉等等，留心观察，你会发现它们总是聚集在一起，或是停留在页面中间，或是挨着碗边分布。如果用镊子将2个硬币强行分开，还能看见它们迅速贴贴的甜蜜景象。科学家给这类现象取了一个很好吃的名字——谷物圈效应。至于它的形成原因，还要分2种情况讨论。首先是谷物圈或者小气泡，这种因为浮力和重力平衡而漂浮在页面上的物体。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由于毛细力的作用，谷物圈周围的页面会向上弯曲一个弧度，杯壁附近也有类似的页面凸起，这就让牛奶表面出现了 U 型连接。又因为漂浮的物体总会被推向页面的最高点，所以我们就能看到移动到杯子边缘的谷物圈了。同理，当2个谷物圈彼此靠近时，也能达到更高的页面，因此就出现了聚集在一起贴贴的画面。而水面上的曲别针、图钉和硬币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按理来说，这类较重的物体本该沉在杯底，但当你用镊子将硬币轻轻地放在水面上时，因为表面张力的作用，它同样会浮在上面。只不过这次形成的不再是一个小山包，而是一个小凹坑。在重力的影响下，这些物体倾向于滑向页面的最低点，所以2个硬币也会彼此靠近，待在更低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将这2种类型的物体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是互相远离，因为2者一旦靠近，整个系统的表面能非但不会减小，还会增加。接下来我们再脑洞大开一下，如果继续往杯子里加水，又会发生什么呢？你会惊喜地看到，中间2个相连的硬币移到了杯子边缘，而角落里的小木块转移到了舞台中间。这虽然与前面的情况恰恰相反，但始终不变的是，小木块在页面的最高点，硬币在页面的最低点。以上就是简单又有趣的谷物圈效应，它在自然界中也有应用。比如在水面上活动的昆虫可以弯曲自己的头部和尾部，这样一来就能自动地移到高处，这可比我们使用扶梯快了不少。这是一个三角形拼图，它由4块木板构成。下面把木板的位置调换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三角形还是那个三角形，木板还是那些木板，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拼图中间少了一个小方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拼图转移到方格纸上，看看能不能用数学的方法找出猫腻。首先，整体来看，这2个三角形似乎没什么区别，都是直角三角形，短的直角边都是5，长的直角边都是13。下面尝试用排除法来理一下思路。黄色木板和绿色木板都是由小正方形构成，且它们的摆放与方格线整齐贴合，所以问题肯定不出在这2个木板身上。那接下来就把目光聚焦到蓝色和红色这2个三角形身上。从方格纸上不难看出，蓝色三角形的短直角边为2，长直角边为5；红色三角形的短直角边为3，长直角边为8。这个时候，敏锐的小伙伴就会发现它们是不相似的，即蓝色三角形中小锐角的正切值等于2/5，红色三角形中小锐角的正切值等于3/8。这2个数值虽然非常接近，但并不相等，也就是说，它们的倾斜角度并不相同。计算可得，大概相差了1.2度。而正是这微乎其微的区别骗过了我们的眼睛。那话说回来，丢失的小正方形又在哪里呢？我们不妨把刚刚的2个三角形画得夸张一点，让它们的角度相差很大，
这个时候连接两个端点，就能看到拼图与正常三角形的差别。下面来处理移动后的拼图，同样是连接端点，你会发现前者是凹了下去，后者是凸了出来，而这当中的面积差就是消失的那部分图形。其实类似的因为视觉错觉导致的奇怪现象不在少数，比如耳熟能详的无限巧克力问题。将巧克力按照规定好的步骤切割排布，我们能得到一块多出来的巧克力，而按照同样的方法多次操作，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巧克力。当然，这也是一个骗局，因为剩下的巧克力板虽然还是一个长方形，但它的长度早已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松山光性悖论。在方形边框中有4块相同的四边形拼图，将它们旋转一下，重新放入边框中，你会惊讶地发现中间又少了一个正方形。原来把前后2个方形重叠在一起，就能明显看出它们的边长并不相等。与前面的三角形问题一样，这中间相差的面积就是那个小方形的面积。